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淘寶殺爆家具店，下一個會不會輪到你哦？今天講的這個比較嚴肅的議題哦，那個什麼播放流量啊，我就不管了啊。總之就是現在來了，真的來了，中國的通縮哦，中國的這個工業之王來傾銷台灣了。來，淘寶出大招，買沙發可以破損包賠，還能到府組裝。對消費者來說真的是淘寶出了一個香到爆的服務，但是對家具店來說，世界末日哦。嗨，我是電商 Tony 陳，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哦。我這個系列就不講大道理了，只帶你看精彩的商業案例跟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能不能運用在自己的公司上。如果能確實增強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謝我，永遠記得善待你的員工跟客戶就好。那我們開始吧。我們上一集講了統一準備幹大事，這次我們來講台灣家具店準備 G 了。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台灣電商壓力來了，跨境包裹創新高，淘寶接 AI 新戰略。這個新聞你就好好寫嘛，你寫這種標題，誰知道內容是長怎麼樣？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最新的統計，去年進口包裹量年增 11.4%。突破6500萬件，交易的金額年增 14.7%， 達新台幣752億元，這兩個數字都創新高哦。意思就是台灣人越來越愛買海外的產品。然後淘寶的發言人指出，在成熟市場低價卷不動了，無法維持客戶的長期黏着度，所以他們今年經營海外的關鍵字將從單純獲客的 GMV 商品交易總額導向提升 CLV 顧客終身價值。也就是說要拼交易頻率那怎麼拼交易頻率？很誇張哦！你看我畫線的地方，從商品力來提升 CLV 要怎麼做？淘寶選擇鎖定過去跨境電商視為痛點的大型家具，首波就上線了20萬款沙發免運直郵，並且預告在台灣會推出家具本地組裝服務。哇靠！對，你沒看錯淘寶這次居然是要對家具商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沙發類的產品，而且還推出組裝服務。淘寶上的沙發有多便宜，你知道嗎？我隨便找一張給你看。你看這個沙發，這看起來還可以吧？就是一個漂漂亮亮、板板正正的沙發嘛。那你底下留言你來猜一下這個沙發總共多少錢加運費那些。好，來，3、2、1，噔噔，你沒看錯，台幣5486塊，哇靠！這種等級的沙發在淘寶買，然後含運呢，只需要不到台幣6000塊，這個是連 IKEA 都給不出來的價格，這就是傳說中佛山家具廠的實力啦。然後現在還解決了2個痛點來，第一個是你只要走官方物流，破損就賠你。之前民眾在淘寶上買大型家具會遇到問題是什麼？就壞了要算你的也不能說算你的啦，因為現在這個競爭很激烈，所以你叫商家賠，他們是都會處理，但是退款、退貨什麼的就超級麻煩。那個要怎麼退？那麼大箱子，當初做貨櫃來的，這個退貨流程你會用嗎？然後還有運費的退款，你要去找集運商去處理，然後又在那邊扯來扯去，現在都不用煩惱。淘寶的官方直接跳下來做保他就先賠你再說後面他來自己處理，然後也解決了第2個痛點大型家具需要怎樣搬運跟組裝我又不會組，好。現在的官方直接找人來幫你組幫你運、幫你組、幫你定位好然後那個拆封完之後，然後那個垃圾全部都打包好，全部帶走，這樣子乾乾淨淨的。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他組裝電話，他那邊他留的電話是02開頭台灣公司台灣師傅來幫你裝這個應該就是說，反正他要推這個服務，然後有沒有台灣公司要來報名的就這樣。而且你看剛才的報價，我們剛才選的這個沙發組裝多少錢？800，很便宜啊，又可以幫我處理掉最麻煩的說木架。我跟你說那個木架真是巨麻煩，那個木架就很難處理。那個很難處理是說就很難拆，因為它用釘槍打進去嘛，棒棒棒這樣打，好打進去以後，你要拆，你要怎麼拆？你要拆用撬棍然後這邊拆完以後那個釘子就這樣四處都是這樣，又很危險又很麻煩。那個東西要怎麼丟？很難丟。你住公寓了，你要怎麼丟？你住大樓，你就覺得這個很難丟那你知道買淘寶大件包裹最麻煩就是這個木架很危險你花800，人家幫你搬，然後人家幫你拆，然後人家幫你放到定位組裝好，
東西清完這樣打包帶走，我靠，省多少力氣！所以淘寶的這個服務推出來，我跟你講，很多台灣的家具店就危險了，因為它的服務可以怎樣？可以比淘寶還好，做得到，但是怎樣？它價格不可能比淘寶還便宜。而且有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隔壁老王也知道的秘密，就很多家具店是怎樣？他們就是直接買淘寶然後就跟你說這個要工廠定制的，然後15到20天，好，哪裡的工廠？中國佛山啊，你以為他真的自己做 ，Made in Taiwan 他就去淘寶下單，然後轉賣給你一樣。好，那現在淘寶自己跳下來做這個生意，這東西是這樣以前你在淘寶上買一些小東西就算了因為很好複製，然後給了台灣家具廠商或家具電商一個喘息的時間。這個喘息的時間是說，哎呀，淘寶不會那麼快啦，他如果要做這個東西的話，不會那麼快啦。現在買淘寶賣蝦皮小東西的話，人家直接買淘寶就好。大件家具他要怎麼直接買淘寶，很麻煩啦所以有一段喘息的時間，現在這個好日子也結束了。現在淘寶自己跳下來做這個生意，然後你再看一次這個價格，來跟着我一起摸着你的良心，你找不到的話，你認真找一下來，你跟我說你要支持台灣的家具店，屁嘞！你看看這個價格，這個要怎麼支持？誰信啊？那接下來你要知道淘寶這樣幹的理由。好，我們就來講說為什麼淘寶要這樣幹一樣講一個你比較常聽到的版本，就是中國通縮了嘛，然後遇到美國的關稅戰嘛，所以他們必須要找到其他獲利的出口。這個影響有多大，你知道嗎？你看我劃線的地方，中國家具業出口在2025年下降 6.8%， 佛山2025的經濟增長僅 0.2%， 很明顯中國的家具出口數下滑了。然後佛山的家具工厂一直依賴於什麼沃爾瑪、家得寶等等美國的大型零售商源源不斷的巨額訂單，但川普對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以後，美國人就減少從中國購買，因為他買不到其實現在的佛山家具廠吃不到美國訂單，可它產量多猛啊，那怎麼辦？國內自己賣又賣不掉，賣不好，出海就這樣。好，蚊子再小也是肉。然後就來做台灣市场雖然台灣的訂單量對中國來說，你頂多就是一個省而已嘛，比較有錢可能到2個省而已，可是就還好嘛，他們也願意吃才會出現這個20萬款沙發免集郵直運加本地組裝的服務。OK， 這個服務會打到誰？集運商就不用說，這種大型家具集運都不便宜，可想而知集運商接下來的日子不是很好過。接下來會打到誰？除了家具業者當然還有電商業者嘛。本來想說你淘寶多厲害，小件貨可以寄，大件貨你怎麼寄大件貨不是罵你是說大件的包裹。結果現在人家直接一條龍給他幹起來所以戰場又被擴大了。現在只是沙發沙發都搞得定，你覺得接下來還能搞定什麼？哇靠，很多啊，對不對？床啊、床墊啊、書桌啊、櫃子啊、衣櫃啊、中島啊，各種大型家具通通都可以進來。所以這個是探風向的而已，磨合一下這個供應鏈。看說台灣本地的廠商組裝怎麼樣，這生意能不能跑？如果跑得起來後面的大型家具通通都要進來了。反正官方說什麼壞了會賠那消費者買就對了。再來你要知道，淘寶想幹掉的不止家具行。如果你看到這裡覺得還行還不錯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跟加入我的頻道會員讓我有動力做出更多精彩影片跟平衡一下剪輯成本。好，來回到正題我們來講說，以我對商業世界的了解，我認為淘寶其實是要幹的是什麼事情那直接講結論他要幹掉裝潢業至少軟裝的部分都會受到影響。你聽我娓娓道來首先我們剛才提到很多家具行，這本來就是淘寶買然後來賣給你的嘛，甚至很多設計公司也是。你也不要講人家設計公司缺德因為很多客人自己就會說沒關係，我買淘寶就好了。所以現在本來就很多家具都從中國來的，那淘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怎麼不知道？所以他們現在推出一個什麼服務？天貓設計家，這發布的時間很新超新的2026年5月15號好，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內容很多，你看我劃線的2個地方就好。來，可以在3分鐘內生成多套可落地的效果圖，首批匯聚10萬款家裝全品類商品。這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你用這套 app 然後你去拍毛坯屋，然後 AI 可以直接就生成裝潢好的樣子，然後它裡面的桌子椅子不是亂生就是天貓上買得到的產品，你可以打包一件把它買下來，然後一次運費處理掉，然後一次家具組裝全部都弄好。你看，所以你就不用說現在 AI 生圖，自己在那邊慢慢以圖搜圖
當然，這套系統現在只是剛上架試營運，也只開放給公司行號使用，所以它不會馬上衝擊裝潢市場。但是你看這個畫紅線的地方，據悉面向消費者開放的裝修小程式將在淘寶上線嘍。等等，未來淘寶會上線給消費者使用的版本，我未看先猜，就是你拍你家客廳，然後問他說啊，我要北歐風怎麼裝潢，然後他就會生成好一個裝潢好的圖片、家具哦，連掛畫都幫你擺好，一鍵下單哦，一鍵付款，然後組裝運送全部搞定。甚至你還可以怎樣？就是等台灣的組裝公司到了之後，拿這張圖給他看說，哦，就照這樣擺就好，定位啊，哦，全部都弄好，還不用在那邊調角度，很屌吧？那請問此時裝潢公司哦，或是我剛才提到的家具行，他們的角色在哪裡？是不是好像就消失了？甚至還會怎樣？我都想象到這個畫面哦，就是消費者拿淘寶生出來的圖去找設計師說，我覺得淘寶設計的比你還好誒哦，啊，不然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做。那個設計師會討厭，你知道，因為設計師哈現在有很大的一個獲利的來源啊，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講沒關係。就是說他幫你選家具，那當然有價差。你現在全部指定淘寶，它沒有價差哦，就這樣。所以我也只能說，現在看起來裝潢業的未來有一點危險。最後我來講說可以學到什麼。好，那這集就講的差不多，我為你揭示了一個恐怖的戰鬥力哦。那我也來討論說，看完這集可以帶走什麼東西，不要說。啊，你就看影片看那麼久，最後什麼都不記得哦。我跟你分享說，《三體》哦，知名科幻小說《三體》裡面有一句話叫做"我消滅你，與你無關"啊。這句話完美的解釋了這是淘寶的行為。什麼意思嘞？就是說，淘寶也好 ，AI 也罷，它會取代你，不是因為它想要幹掉你。對它來說，台灣市場就是路邊一顆石頭，它自己現在產量這麼大，然後東西賣不掉。他就要找地方去處理啊，就只是這樣而已。然後台灣的那個家具業哦，台灣的室內設計業都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就是這樣。這就是中國最強的實力。我們現在要直接正面交鋒，就會變成這樣，好，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且家具組裝這東西，它並不像什麼電子業、半導體一樣，有什麼一大堆專利壁壘，有什麼高技術價值，沒有，就是這樣。你千算萬算哦，怎麼會算到最後這個台灣室內設計會被淘寶幹掉，搶走這一大片市場？我們把時光倒回哦，也不用10年哦，前年倒回到前年就好。你去跟室內設計師說，那個你要趕快轉行哦，淘寶在未來哦會取代你，你看他信不信？他只會笑你啊。好，那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哦，就是一個很誇張的警鐘啦。就未來你的生意哦，本質上只是在做轉手的事情，那你就危險了。什麼叫轉手？就去淘寶下單加價賣你嘛，這個就轉手。那設計師拿你家照片配個風格選幾件家具，這也是一種轉手哦。設計師們先不要跳腳，我知道中間還有沒有美感等等的，但大部分的人，你覺得美感跟要他刷卡的金額，他會選哪一個？哦，那過去能夠賺到這個錢，是因為中間有一道牆叫做麻煩哦，麻煩這道牆。消費者不知道怎麼叫貨哦，什麼集運商那個怎麼用哦，然後配色是怎樣啊，工班怎麼弄啊，最後垃圾丟哪裡，那木架怎麼拆，所以他願意付錢請你幫他去處理這個東西。現在 AI 哦，逐漸拆掉這筆牆，你以前要花1個禮拜做的事情 ，AI 3分鐘做完，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做了比你差又怎樣？他24小時不休息，不用發薪水，不會鬧脾氣。對業主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他沒有跟你收室內設計費的這個設計費啊！我靠！這個要怎麼跟 AI 搶生意？所以我只能給的建議是說，把公司的業務攤開來看，哪一塊是說你現在賺錢是靠幫消費者解決麻煩的，不管這塊有多麼複雜，有多麼麻煩，你都應該要預設說，未來 AI 會吃掉這塊市場，不然就是像現在這樣有了 AI，然後透過一個超大的平台商，然後台灣就讓消費者一鍵可以統包這些東西。思考一下。你要嘛，你就要去報名，然後成為這個台灣運送組裝一條龍服務的供應商哦。那要嘛怎麼辦？還有一個方向AI 吃不掉，就是人情義理哦。你沒辦法叫 AI 幫你去認識黃仁勳啊，然後去要到他的電話，然後去撩他去什麼啊？這個 AI 做不到啊。那你跟客戶之間的關係，你跟師傅之間的感情還有你對現場的專業判斷，這些目前 AI 是沒有辦法克服的，你就往這邊強化就對了。所以我會建議你說，把你的價值轉移到 AI 搶不走的地方，不然等被取代的那一天，哇，那真的是今天跟明天的差別而已。他說
宣布就宣布，公布就公布了，然後海量的產品哦，然後永遠不需要休息的 AI 大軍就直接就滾來台灣。那講完了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也歡迎你底下留言，你有買過淘寶家具嗎？那你認為它的品質怎麼樣？你的留言我是都會看，然後我這個頻道有開通 YouTube 頻道會員功能，我要請你直接刷信用卡來支持我，讓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錢跟時間，把節目做得更好，把商業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處或失敗之處，我都拆解給你看。失敗我們就避坑嘛，成功我們就模仿哦。電商 Tony 神幫你做功課系列，值得你加入頻道會員，祝你生意興隆，祝你開車在外都剛好找得到停車位。講八卦好，講八卦。我今天這集主要就是在看那個家具，然後那家具跟台灣有影響的，除了家具行家具電商以外，就是個室內裝潢公司。說明一下他的這個舉措這是中國淘寶這個多誇張，這個我們台灣商人真的是偽耶，很恐怖呢。那我跟你分享幾個八卦，來，第一個 IKEA 在台灣就念作 IKEA， 因為他們官方就這樣子念。那美國人會念 IKEA 或什麼的，那個是當地，你信不信官方就這樣子念？你現在打 IKEA 的那個客服專線，他自己就念自己 IKEA。好來 ，IKEA 在中國叫做宜家，那個便宜的宜，家庭的家，宜家。宜家怎麼樣？以前也很風光啊，現在已經被打爆了，你知道？甚至在討論要撤出中國市場，怎麼可能？為什麼？就被佛山家具廠弄的？為什麼？因為宜家他們主打的東西是什麼？自行運送，對不對？平整包裝，自行運送，自行組裝。佛山提供什麼？我幫你送，我幫你裝，然後價錢整套下來比 IKEA 便宜。我靠，被打爆，這是真的哦！我去中國一趟這個年輕人對宜家現在就變成約會逛逛的地方。要買都是小東西，什麼章魚形狀的曬衣架或什麼的。你要他在 IKEA 買家具連房東都不會去買這個家具。反正 IKEA在我們台灣還是很夯，結果在中國你看就已經被這個家具產業摧毀掉了。人家就幫你送又幫你裝，然後可以買到很多那種特殊風格的東西，比方說新中式。新中式就是其實也蠻漂亮藤邊的櫃子，看起來就很高級，看起來就好像《甄嬛傳》裡面會出現的東西。然後那一顆才4-5千塊台幣，是我真的也會起心动念想要去買一個放在家裡看看，因為那個風格很獨特對啊 ，IKEA 在中国都不行了然後再來就是台灣商人到底應該怎麼辦我真的是花很多時間去思考，說台灣商人現在應該怎麼辦。你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就說好啊，當然好啊，這樣有什麼不好？但是你站在台灣從業人員的角度來看，我靠，天要塌了！我真的是花很大力氣去思考，說到底能怎麼辦有以下幾招，你聽聽看。來，第一個，從賣產品轉型轉到賣方案就是家具行你不應該再只賣什麼沙發或什麼了，你必須要升級你的服務了，叫做軟裝顧問跟空間配置的專業諮詢。為什麼？因為 AI 現在沒有辦法完全精準的判斷台灣，比方說老舊公寓跟那個電梯，我們自己有做過大型家具，我就知道，我要先量電梯，你知道，先量電梯門80公分，然後進去裡面的深度、對角線的長度還有高度，我都要先量好，我才能去買家具呢。現在看起來淘寶這個不管你啊，你不管你會發生什麼事，他要出動吊車，那錢就不一樣，真的用吊的吊到什麼程度？你家的客廳的落地窗打開。從那邊把它調進來，然後那個落地窗打不夠開進不來怎麼辦？拆落地窗，做到這種程度所以說台灣的那個家具行看能不能提高說就是軟裝跟空間配置的專業，也就是下次讓消費者來找你，你把它統包把它辦好去收你的服務費，去收你的商品的價差，你不能再說反正我床就這些，你自己慢慢看，然後你就走了，你就是一個賣貨仔。賣貨仔的話，那怎麼競爭得贏淘寶這個東西第二個就是，這是那個我去逛全聯給我的啟發啦。現在不是農產品上會有什麼農產品履歷嗎？對不對？那個 QR code 還真的人少了之後，真的會有農夫這樣。好，台灣家具也可以弄啊，就是弄一個 QR code 然後讓它掃描 QR code，還可以直接用鐳射刻在，比方說你是一張木頭椅子，很漂亮的木頭椅子，因為它刻在底部嘛，直接那個雷雕出一個 QR code，蠻屌的。好，然後手機去掃完以後呢，看得到什麼？這個家具的木工師傅，還有一支影片，然後什麼的，然後感謝你購買我的作品，然後怎樣，你就是把這個 Made in 台灣情緒價值上好上滿了，不然怎麼辦？
叫台灣職人認證，由木工公會發起認證，將每一件在台灣當地製造的家具，就去弄出 QR code。你可以看到那個木工師傅，在現場揮汗如雨，一個照片或者是什麼做產地溯源這件事情，上情緒價值，不然你短期之內你能怎麼處理？好，然後越透明越好啦，這個包含很多，包含到什麼？不止那張椅子的木工師傅，你還有泡棉啊、五金啊、布料啊、塗料啊，就是都要給人家看到說，就是 Made in 台灣。台灣的那個家具確實比較貴，可是我們台灣的家具確實比較好。現在的問題是說，台制沙發跟淘寶制沙發到底是差別是在哪裡？淘寶還又漂亮，款式又多，然後你台式沙發死貴的。然後我還懷疑你說你是不是去淘寶買來賣我的？那你現在弄一個溯源的認證，這個很好做啊，這成本很低啊，你用一張 QR code 貼紙都行。看看能不能減緩這個公司。在台灣我還是支持國貨啦，不然怎麼辦？身為消費者有淘寶可以買，當然很爽，但是從業人員的生計怎麼辦？台灣的那個家具廠商、家具師傅生活已經蠻辛苦了。我們先不講那惡質的商人，就是買淘寶然後直接賣你，然後騙你說他是 Made in 台灣。這些人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報應跟問題。我現在講的是，就台灣的好的木工師傅，人家就要花2-3個月才能做出一把相當高端的椅子。然後現在淘寶嘛，一天生產1萬隻，你要他怎麼玩？這個市場本來就不一樣。台灣只能這個師傅職人們只能盡量往高處走，就是花錢不會痛的，比方說高級住宅、豪宅市場盡量往這邊去前進的，不然怎麼辦？所以這個產地溯源就是一個很好提高附加價值的東西。那你說你就服務不了那個一般大眾消費者，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者，那就不要，因為你也做不出來。你一個木工師傅，你怎麼去車出100萬張椅子？你去做那種，比方說大老闆或豪宅案，那個高級室內設計師，他會專門來看你的工廠跟你討論，你就做這種客戶，不然怎麼辦？那再來就是無毒安心啊，淘寶的家具我也不是沒買過，我以前為了降低成本，我也買來研究過，我不敢再買因為很爛啊。就是我們買淘寶要什麼？要便宜然後那個買回來那個櫃子組裝好，抽屜關不好，關不漂亮，就歪七扭八的，然後你一搖整個搖搖晃晃，跟什麼？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氣味很大，就甲醛啊，木板的那個粘合劑啦。甲醛，我在另外頻道我拍過那個甲醛的危害，甲醛濃度很高，在室內小孩子會怎樣？燒眼睛。就是我們去外面，我們小時候都有這個經歷嘛。你班上有些同學突然有一天那個眼睛眼白的部分就紅紅的，好像在流血，有沒有？就是那個會有這個現象。然後致癌你不用再講說什麼啊，淘寶也有沒甲醛的，你幹嘛不買？幹，我們買淘寶就是為了便宜啊，便宜就是我甲醛的問題啊。要買淘寶貴的家具，我寧願支持台灣廠商。所以，我們台灣廠商一律只要是在台生產，應該都要推一個叫做無毒安心然後淘寶就來幫消費者避開這個甲醛的風險，真的需要這樣。你支持國貨，等於支持台灣嚴格的環保檢測標準，這是真的我們台灣的甲醛的那個檢測標準比中國大陸還嚴2倍以上。就是中國政府在某些層面它也是。這東西是與時俱進的啦，總是要發生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以後，然後法規才會變嚴。我們台灣現在是蠻嚴格的，因為我們跟歐盟對齊啊，是這樣。好，然後就是台灣廠商看能不能推出一個，就是你用我台制家具，或是你的補習班，或是你的店面你的商業空間，你用我台制家具的話，我至少我可以確認給你，這個就是安心無毒的，我不會說材料怎樣便宜怎麼來。像那個電競椅這種東西就很帥嘛那電競椅，然後割開來那個泡棉，怎麼五顏六色、髒兮兮的，那都回收泡棉。為什麼？你要便宜呀、那至少我們在台灣我們台灣的職人師傅自己在做，自己在切，自己在割，還可以用這種回收垃圾泡棉我都沒想到我們台灣還是有自己的理性良知啊，就是不會為了錢都直接去做那麼出格的事情，所以。參考看看我已經提了很多招數然後那個代價都不是很高，我也沒叫你工廠要什麼打掉重做就轉型賣方案，跟台灣職人認證 QR code 然後跟品牌要公開材料來源，願意支持國貨，讓人家知道自己的錢是真的是花在那個國貨裡面，然後再來是無毒安心居家環境。
真的不是說那個便宜就好。我有房子出租嘛，然後出租的時候我也買了一個淘寶的衣櫃哦，淘寶也是很誇張，那個便宜便宜起來那個說明書，然後我再跟你說明說它是傻的，然後一包零件這樣，讓你自己裝好，然後我就好不容易把它裝起來了，我不敢用呢，後來又一樣是環保局清運把它丟掉了，我不敢用呢，為什麼？味道好大哦，那個氣味哦，你一打開你就覺得我靠，這個不行，這一定會出代誌，我不能因為便宜，然後就把那個租客的生死性命我就這樣放着，租客住久會致癌耶，這東西放在房間，然後他一天睡覺8個小時都在呼吸那個甲醛，這種事情我下不了手啊！台灣商人真的是加油，現在就是這樣，現在就是中國他自己的內部消不掉，然後產量又極大，就通縮了嘛，那怎麼辦？就要往外找，然後往外找的話找來台灣，那台灣消費者真的是。你要怎麼講？消費者的天性就是誰便宜用誰嘛，東西都一樣，為什麼我要多花錢？很合理哈。我自己身為消費者的時候也是這樣子考慮，可是就面臨台灣的家具職人們、家具工廠們，趕快開發出附加價值啊！趕快開發附加價值，不然你接下來我們大家要怎麼生存？哎呀，支持國貨啊！台灣商人加油啊！